突然断水7天，10种能救急的宝藏储水神器，多买水桶竟然排不上号。第1名挂在墙上，很多人白白浪费了。饮用、做饭、洗漱、冲厕所，水分的流失速度会远超你的预期。仅囤了几桶水，真的够一家人撑过1周吗？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揭秘停水7天，10种能救急的宝藏储水神器，来一场停水应急演练。第10名，高压锅。停水前拿普通的长口汤锅接水，空气中的灰尘和真菌孢子会直接在水面安家，而高压锅盖上的硅胶密封圈与卡扣设计能形成堪比航天器级别的气密环境，彻底隔绝外部空气交换与水分蒸发。将水烧开后，趁热盖上高压锅盖并锁死。随着水温下降，锅内会形成负压真空状态，细菌根本无处遁形。第9名，家用马桶水箱。很多人觉得马桶里的水很脏，错，马桶后方的水箱通过浮球阀和进水管直接连接市政自来水主管道，只要你不往水箱里扔蓝色洁色块，它里面的水与你厨房水龙头里流出的水在物理来源上一模一样。停水时打开水箱盖，这就是整整10升的优质清洁用水，你可以用它洗脸、洗手，甚至在彻底煮沸后作为备用饮用水源。第8名，宽口水桶加银币银饰。存水时间长了容易发滑变质，在水桶底部投入1枚洗净的纯银币或纯银饰品，银在水中会极其缓慢地释放出银离子，在生化领域，这被称为微量寡动力效应。这些微量的银离子能精准刺破细菌的细胞膜，并干扰它们的代谢，让细菌难以大量繁殖。大航海时代的水手就是靠在水桶里扔银币，让淡水撑过漫长的航期的。第7名 HDPE 2号塑料储水桶。随便拿个塑料桶装水，时间一长，劣质塑料中的单体化合物就会向水中迁移。翻看桶底，如果印着一个三角形，里面写着数字2，下面写着 HDPE， 这才是真正的王者。高密度聚乙烯 HDPE 的分子链排列极其致密，性质非常稳定，不会析出有害物质。那些平时装食用油、大容量牛奶的厚实白桶，洗净后就是顶配的长期储水容器。第6名，广口盆具加保鲜膜。洗菜盆、和面盆、大汤锅，在突发停水的前夕，把家里所有能装水的容器全接满。为了防止水分蒸发和灰尘落入，一定要在表面紧紧蒙上一层保鲜膜，用皮筋或绳子扎紧。这种零成本的操作能帮你抢下不少救急水。第5名，加厚黑色垃圾袋加纸箱。绿藻的繁衍离不开光合作用，纯黑色的加厚垃圾袋能提供很好的光线遮蔽率。将其套在纸箱内装满水，纸箱的瓦楞纸结构能提供良好的物理支撑与温度缓冲，避免水温剧烈波动。这种水主要用作生活杂用水，比如冲厕所、擦洗。它的智慧在于利用廉价材料，完美切断了微生物爆发的光照和温度条件。第4名，雨水出气收集装置。停水碰上下雨，拿盆直接接雨水喝，危险。降雨的前10分钟，雨水会洗刷大气中的工业粉尘、硫化物和屋顶的鸟粪，这被称为出气酸雨。懂行的生存者会制作物理出气阀，用管道连接一个倒置的瓶子，让前10分钟的脏雨水先流进废液瓶，等废液瓶满了，干净的后续雨水才会一流进入主储水桶。这是获取安全天落水的核心生化常识。第3名，浴缸储水内胆薄膜。直接在浴缸里放水，自来水的余氯散尽后，浴缸内壁残留的皮屑和皂垢会迅速诱发细菌建立生物膜，水会在几天内发臭。使用专用的食品级浴缸内胆袋，或用多层大型全新保鲜袋拼接铺垫，它能将自来水与浴缸内壁彻底进行物理隔离，同时顶部密封，切断氧气供应，让整缸水安然度过1周的安全期。第2名，深色玻璃瓶。很多人喜欢囤普通透明 PET 材质矿泉水瓶，在显微镜下， PET 塑料充满了微小的孔隙，空气中的氧气会随着时间推移产生微观渗透，而深色玻璃瓶其致密的2氧化硅晶体结构是阻断氧气分子渗透的完美屏障。同时，深色玻璃能过滤掉诱发水藻生长的紫外线。家里喝完的深色红酒瓶、啤酒瓶洗净，装满煮沸过的凉白开密封，它能让水质保持数月如新。第1名，电热水器内胆。热水器是一个密闭的容器，停水后内部失去了进水的推力。如果你只拧开下方的排污阀，水往外流的一瞬间，内胆顶部会形成强烈的负压真空，大气压强会死死地把水拖在里面，导致水流变慢或者根本流不出来。如何解锁这几10升救命水？你必须人为引入空气，破坏负压平衡。首先拔掉电源，关闭进水阀，然后打开洗手台或淋浴的热水龙头，记住必须是热水方向，因为热水管直通内胆顶部，打开它
空气就会顺着管道倒吸进内胆顶部。此时在拧开热水器下方的排污阀，几十升清澈干净的水就会在重力的作用下顺畅地喷涌而出。好了，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让你掌握了停水应急的保命技巧，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与收藏，并转发给你最爱的家人和朋友。多一分生活常识，就多一分从容不迫。感谢你的观看，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